然后其实大家能够看得到我画的时候，经常会去放大缩小，放大缩小，我就是去看一个整体的一个效果。因为其实如果你长时间去盯着这样一个脸，你画着画着你就会画昏，你画着画着可能有时候你就这个部分就完全脱离于其他的部分，然后就走偏了。我觉得不用这样去画。然后这里就开始加一些正面一点的那种受光。然后我也是一直在不停的放大缩小，放大缩小。可能你们看着会有一点晕啊，这里牙齿也是开始提亮了。背面的牙齿有些受不到光的，一定要去压深一点。像这边的这个就是嘴巴的那个边缘也会接收到一点的光线，所以我也是用一些小笔触去把它稍微的做一点提亮。我觉得这种提亮是一个比较必要的。但我之后觉得就这个部分它整个，因为熊的那个口腔是比较细长的，就张开以后它是比较窄，然后比较长，它整个会比较长，所以我就把这个部分就收了一下，略微的收了一下。它不是那种咧嘴熊啊，不是那个英雄联盟里面那个很 Q 的那个嘴巴咧到脸颊上的那个熊，那个是不太真实的那种熊，因为真实的那个熊的话，那个嘴巴会比较长，然后它嘴巴张开的话，其实那个宽度并不是特别的宽，所以就没有画成是那个裂口熊的那种，就是那种很多牙齿的那种感觉。好吧，看一下大家的提问，又多了一些问题啊。刚才解答的问题我就删掉吧。光源需要刻意摆在画面里面吗？你要说不刻意，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不太可能的，就是会刻意的去画一些光源。但是其实我推荐大家去看一个打光的一个教程，哎呀，名字我忘了，我之前也是在培训班去放过的，就他是那个一个拍片子的一个团队做的一个，是个老外放出来的一个视频，一个胖胖的姑娘，大家可以去搜一下，我忘记名字了。然后我觉得这个拍片子的打光跟我们画画的一个打光其实是差不多的，因为它也会涉及到拍一些小电影啊那种打光。其实我们平时画插画的话，就是也会带一点那种我们平时看电影的那种调子，那种光影的那种感觉在里面。像我之前啊，我要说到那个霍比特人，像我看霍比特人的时候，其实我看到第2、3遍的时候，我已经不会去看他的那些剧情了，我就专门去研究他的那个光影。其实你真的去分析他的光影的话，你会觉得他那个光打的真的是很有艺术啊，很有艺术。他的那种就是正面光与正光那种正面的那种光源，主光源与背光的那种冷暖做得非常的好。然后那个打光视频呢，它也是讲就是如果你前面你整体的那个主光源是一个暖光的话，你背后如果你再打一个暖光，它其实就拉不开一个层次。但是你如果把背景的那个暖光换成是一个比较冷的调子，它就会跟前面的那个光源就会拉开距离，它就可以拉开这种层次。所以这种光源其实也是刻意的去画的，这个也是刻意的。就像你就像是把自己安排在一个打光师的一个位置，你自己去做这个导演，然后你去画这个演员，这个画里的演员，然后你去负责给他们上妆，去给他们打光，然后去布置整个放完了，布置整个场景的这个舞美，对吧？所以你就可以把自己去融入这种角色里面，然后你就要去思考很多问题。所以你说这种刻意，我觉得也是会刻意的，这种也是刻意的。但这种刻意一定是我觉得会比较
美才行吧，这种画的东西一定要比较美才行。啊，我稍微跳一下，这个熊这个身上花了好多的时间哦，这个部分开始画人了。我稍微拖一下。然后因为这个人被它挡住以后，我是把这个熊稍微的降了一个调子，熊在这一层，然后人是在这一层。其实这个人花的时间真的太少了，非常的简单 ，so easy 。因为我在熊上真的花了太多的时间了，浪费掉非常多的时间，都在画那个熊。人也是，先从一个，你看我根本就没有去擦掉那个，就是背后的那个背景的那个颜色，我就将就着那个背景的颜色就开始起稿子了。而且我之前不是在这个法杖上面就画了一个稍微偏紫的颜色嘛，然后本身设定它是一个木头杖子，所以只需要稍微的去画一个颜色调整一下，调整到你觉得在整个画面里面它是一个偏木质的一个材质就好了。其实你看我选的颜色都是偏灰的啊，整体都是偏灰的。然后呢，它的亮部与暗部，我是把那个冷暖，我是想把它做出来的。它的暗部会有一点就是偏蓝。大家画的一些空气透视的东西的时候，都需要去把那个暗部稍微的混一点蓝灰的调子，反一些天光嘛，并不是说我们在室内就不会接收到天光，因为光线是不停的折射、不停的反射、不停的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运动，然后射进我们的眼睛里面，它们都是从外界来的，或者是室内来的。然后你就算是在一个室内，你也会接收到一些外面，除非你是在一个那个就是完全封闭的一个房间里面。然后你如果是稍微去接收到一些外面的一些这种光线的话，你整个就是暗部也会去偏一点那种，就是反一些天光，就偏一点这种蓝灰调子，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差别给它拉开。再看一下你们的问题。老师能具体讲一下淡彩、厚涂、赛璐璐、素涂等绘画方式的不同吗？表示一直都分不清楚。这个问题要是讲起来就太复杂了，好多哦。淡彩与厚涂非常明显啊，这个应该分得出来吧？像我现在画的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厚涂啊，就慢慢的往上面盖颜色，像你们画油画一样。然后淡彩嘛，可以把它理解成是像那种水彩调子，会比较轻，会比较薄。然后它是一个由浅入深的一个画法。比如说，先去铺一个底色，很轻微的一个颜色倾向的一个底色，然后再去慢慢的加一些深色在里面，去加一些影子的一些颜色，这样子。然后再去加一些物体本身的那种颜色，其实它跟画这种厚涂会稍微有一些不同，但我觉得主要就是一个光感的一个区别吧，更多的是一个光感的区别。它的光感不会压得那么强啊，也不需要去画非常有质感的那种东西，它的表现可能会略微有一些平，但是其实不是淡彩的东西就全是那种特别平的，因为有的画水彩很棒的大师，他画出来的那种东西就跟真的一样，它光感是表现的很好的。所以你也不能说淡彩的东西就是颜色一定是很淡的呀，或者是怎么样啊，它只是说会用一些比较轻薄的一些颜料，它不是像那种像画厚涂一样，就是像那种油画的那种方式，是一层一层往上叠颜色，然后是上面的颜色覆盖掉下面的颜色，这样子，它会有一些不同。赛璐璐嘛，就是那种，一定要把那个影子，就是光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明暗分界线的那种表达方式，就是我们平时看的那种动画的那种感觉的，是吧？颜色叠加和涂层叠加和颜色哪个更适合黑白稿上色？
我之前也是说过，我试过颜色和那个涂层叠加，我个人感觉叠加是会更适合一个黑白稿上色，因为叠加是完全不会，就是说你选择对了那个颜色的一个区域的话，它是不会破坏掉你的那个黑白稿的那个素描关系的，而且它的表现也会比颜色更温和一点。因为你去选择那个颜色的那个属性的话，你有时候你会发现叠上去会非常的那个颜色会非常的跳脱。我看见有同学说临摹照片都临摹的不好，起个稿巨丑，心情也不好。这个我怎么帮你呢？是吧？就虽然我个人也不喜欢临摹，我以前画画的时候，我就觉得临摹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我以前就觉得，我真的是这样觉得的。我觉得哇，好丢脸啊！照着别人的画，画不出一点新意，有什么用呢？然后我就固执了非常非常长的一段时间，然后我不愿意去临摹。其实我觉得临摹会有一点好处，是你可以学到别人的一个思路。当然，你是要带着想法去临摹，就不是这种就是很空的这样，就完全无脑的去临摹，这样子肯定不行。你要去临摹的话，一定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创作者的一个角度，你要去试着理解他画这个东西到底他心里面在想什么。你试着去这样去理解的话，其实你临摹的话是会学到很多东西的。那我也是走了很多弯路，而且我以前就也没有老师教啊，也没有像这样的免费的课可以听啊，都是就自己在那里瞎画，我不知道画一些什么鬼，对吧？浪费了很多年的时间。想想还是比较心塞。觉得你们现在真是太幸福了。还有同学问，每次画的人都是歪的，高低肩、大小眼什么的，翻转着画也是这样，是什么原因呢？平时要怎么练习呢？画少了呀，就是画少了。你要培养自己的一个手感嘛，就是你翻转着画，你也可能把大小眼画成这样的话，那可能就是我觉得就是不能说你手癌，就是还没有练习到一个比较你的手还没有练习到完全可以把你想法表达出来的那么一个地步，还需要去多画。然后至于那个人都是歪的，你多去打一些结构，高低肩什么，多去打一些结构线，而不是只是停留在去勾一个人的边缘，先从画眼睛开始，然后画脸、画头发，先去打那个形，打圈圈，打辅助线，多去打一些这些东西，对吧？对你的画画可能也会比较有帮助。大小眼什么，翻转过来看怎么还会大小眼呢？你可以把你觉得大的那只眼睛复制到旁边，复制到那只小的眼睛旁边，你去观察一下它们到底差多大，是吧？观察一下到底有什么区别。但我不是那种我不是特别建议，就很多画那种，以前班里也是有很多同学就画一个正脸啊，然后画一半脸，然后把左眼啪翻转过去，就贴在右眼上，连高光的位置都不变，然后就这样就交上来了啊！真是整个人都斯巴达了，一定不要这个样子。这里也是就是画一些靠画光影，其实就是画光影，因为你在一个比较暗的一个环境下，或者是比如说它那个光源是带有一定的颜色的情况下，其实你很难去看出那个物体本身的那个颜色。比如说我给它设定的，它就是穿一个比较偏白的一个袍子，但在那种环境下的话，你是很难看出来它就是一个白色，它呈现出来的调子，它会带着那个光线的那种颜色，就会偏黄啊。所以不能把它就白白的
固有色白白的涂上去，然后再去按照那种白光的那种感觉去画它的光影，那是不行的，你一定要去考虑你光线的颜色。所以为什么一开始要去铺那个整体的那个色稿的那个调子，就是要去拉一些渐变，制造一些光源，就是这些原因，就是这些原因。然后这个角色就是去画一些褶皱嘛，主要就是一些衣服的一些褶皱。然后呢，其实也没有，唯一露出来的肌肤的部分可能就是这条大腿需要去平滑一些肌肤的话，可能也就是这个腿的这个部分，其他的部分的话，那个笔触都是留着的，全部都是留着的，而且没有把它抹得特别的那种很均匀，没有必要去抹得很均匀。那些笔触的部分，你可以让它有一些那种就是衣服褶皱过度的那种效果的感觉，其实挺好的。主要还是去增加一些，画出那种明暗的那种不同吧。其实我画画并不是那么，你能够看得到我有很多 Ctrl Z 的那种步骤，其实也不是说什么就一笔到位的，也会有很多就是马上就否定掉自己画的那种东西的一个点。但我觉得能够先收拾出来是比较重要的是不是一笔到位的话先再说这个是练习的多少的一个问题，就我的手还没有达到一个可以完全做到毫无错误的那种状态，允许修改，但是只要修改的能够出效果就 OK 了。这不是玛雅，不要捣乱了，这就是 PS。总是有同学来捣乱。光源怎么画？什么叫光源怎么画？你可以把这个问题问得再详细一点呢。光源怎么画？我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是光打到这个物体上，它的亮部应该怎么画？还是你要去画那个光？光影，光影怎么画？我一直在强调，就光影怎么画，首先你要明白你光的来源，就是那个光源离你的这个你画的这个主体到底它们的位置关系是怎么样的？就是发光的地方，发光的地方怎么画？你每换一种材质，它都是不一样的呀。要个灯泡，不要闹了，不要闹了。然后其实就是比如说像是这种比较浅的一个调子的这种布料与这种深调子的一个布料，它们之间的那种就是说亮部其实不会保持一致，不会是一个亮度的一个东西。就这个光源怎么画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大了，非常的大，你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光打到一个物体上，这个物体这个人身上有非常多的材质，布，然后这种皮质的东西，然后木头，还有深色的布，还有一些皮带啊，还有皮肤，每一个物件，每一个材质反射光线的那种能力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怎么画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说画到一些像是打磨的比较光滑的一些木头，然后还有一些金属或者是那种漆皮啊那种亮皮的一些东西的话，需要把它的光影拉得比较开，它的最亮点会非常的亮。
像是布料啊，或是一些比较粗糙的一些皮革呀，然后布料的话就指那种棉的嘛，不是那种丝绸的。丝绸的话，它也是要把亮部提的比较亮。然后这种棉质的，不是那种特别高级的那种布料的话，你就可以，就它的亮部其实也不会过于的亮，但是这个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来界定，你主要还是要放在你整个画面里面，你要时刻的去观察你那个物体的那个亮部到底够不够。这个就没有一个数值去规定的，没有哪一本书会跟你讲哦，你画这幅画你的阴影要达到一个什么值，你的亮部要达到一个什么值，其实没有这种规定的。你画每一幅画，你放到不一样的场景里面，它的光影都是会跟着环境来改变，跟着你整个画面的不一样来改变的。我稍微拖一点好吧，已经8点过10分了。这个人画了也是挺久啊。哦，这个地方画这个帐子可以看一下，画这个帐子的部分可以看一下。但这个帐子我是画的那种比较，就是像那种电影美术里面的那种，稍微会比较平常一点的帐子，不是在游戏里面，不是在那种非常韩式的那种风格里面，就是画的有非常非常夸张的一个造型啊，或者是那种有非常非常精细的那种花纹的那种感觉，因为它整个那种就是时代就是还是比较偏那种中世纪啊，或者是那种就是欧洲比较还不是那么发达的时候，然后其实那些东西有的贵族的东西会比较精美，然后它其实它也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那么一个法师，法师，然后他的东西也不会过于的精美，所以呢，其实不用把它画的，而且不用把它画的那么的夸张，是吧？觉得你要用这个东西，就是你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一个10级的或者是一个30级的那么一个东西，就它本身如果不是那么高等级的一个角色的话，你也不用把它画成是60级或者100级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呢，能够把它质感表现出来就是比较 OK 了。然后这里一直是用那种非常细小的笔刷在进行一些光影的一些刻画，你们可能看的不是特别清楚。一直出现的那个圆圈，就是我一直在吸那个旁边的一些颜色。然后除非是到我必须去用一些画面里面没有的调子，或者是去画一些该去画的比较醒目的一些地方的话，我一般不用去选那个颜色的，就尽量是在周围去找一些颜色。然后我在纠结那个，它里面不是有宝石吗？到底画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颜色？它其实就像是那种木质的那种缠绕状，缠在那个一个宝石的那种形状里面，它我想是做出那种效果，就是从那些木头的那些缝隙里面会透出那个宝石里面宝石的那种颜色的那种感觉。我这张画画了多久啊？我礼拜五下午磨磨蹭蹭的开始画，画到礼拜天，画到昨天下午画完的，画了2天多，快3天，断断续续的，因为我一天可能也就画个5、6个小时，我就坐不住了。而且我不是说就这5个小时就一直画完的，我可能画个半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我就会去干一点其他的事情，吃个饭啊，摸一下鱼啊，涂一下其他的小稿子啊，专注度就不是那么的高。我当然我发的不是那样，我都说了，我在朋友圈里说了，这个不是我那个不是 YY 的图嘛，那是我摸的鱼啊。
就是那几个妹子，之前给你们看的那几个妹子，然后我在朋友圈里面发，然后他们以为是我要在 YY 上讲的东西，结果不是。所以我说，其实我来讲这个东西，我是花了还是比较长的时间来准备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能够接受我这种方式的话，我还是会非常的开心。如果不能接受的话，我也不强求，是吧？因为大家都会有自己的喜好嘛。